女人怀胎10年，在车祸现场生下一子，管家却不管女人的死活，偷偷将孩子带回豪门。殊不知女孩得救后又在医院生了2个。自那以后，3胞胎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。2宝3宝跟着妈妈在国外闯荡江湖，虽然每天只吃3根榨菜2个馒头，却无师自通成了天才电脑黑客。而大宝自幼在豪门长大，性格跟总裁老爹一样高冷成熟。虽然从小想尽荣华富贵，却因想念妈妈而患上心疾。终于一次回国的机场内，原本毫无交集的一家人意外相遇。此时 S 市的机场内，妈妈沈清欢穿着一身黑色休闲西装，左手牵着儿子陈宝，右手抱着女儿暖宝，2个宝贝留着同款短发，穿着同款黑色背带裤，看上去就像双胞胎一样。3人在等车时，暖宝突然内急，哥哥便贴心的带着他去找洗手间开打。沈清欢知道自家宝贝古灵精怪聪明的很，而且洗手间就在不远处，便由他们去了。不成想陈宝在拐弯进男洗手间时，不小心和一个小男孩撞到了一起，他赶忙向对方道歉，可在看清对方的脸时，却震惊的瞪大了眼睛。这个小男孩竟然跟他长得一模一样。小男孩也在看清陈宝面容时惊住了，可不等陈宝开口询问，身后就进来一个穿西装的大人，一边比划一边说：“小少爷，我们该走了。”陈宝反应很快，下意识的低下头去，把帽子往下压了压。西装男没太在意，抱起小男孩就走了，留下陈宝在原地震惊的久久回不过神。这时暖宝从外头闯进男厕所，一副见鬼似的拉着陈宝：“哥哥，我刚看见一个跟我们长得很像的小男孩。”陈宝立刻表示他也看见了。2小只细细琢磨了后得出结论，除非那人是他们失散的兄弟，不然怎么可能跟他们长得如此相似？可问题是，他们的亲大哥明明在刚生下时就夭折了呀。而另一边的迈巴赫上，小男孩安安被带上车，他亲爹郁北亭坐在旁边，俊脸刚毅，轮廓分明，深邃的黑眸带着强烈的气势。安安表情呆呆的，脑海中不停地浮现刚刚他见到的那个小男孩。他突然转过身，拉了拉爸爸，然后比划着手语：“爹地，我是不是还有个兄弟？”郁北亭的深眸沉了一下，当即摇手表示没有，随后又比手语问安安为什么这么问。安安刚想说他刚看到一个跟他长得一样的男孩，可转念想起男孩在保镖出现时低头压帽子的举动，思量了下便没再表示。郁北亭看儿子沉默，心微微疼了一下，也没有继续问。儿子安安因想念母亲，自从2年前双耳失聪，渐渐的就不再说话，性格也变得内向，总喜欢把事情藏在心里，跟他交流也只能靠手语和文字，偶尔也能看懂唇语。迈巴赫开出停车场的时候，郁北亭不经意的往后视镜看了一眼，只一眼，他仿佛看到了一抹熟悉的身影。郁北亭面色一沉，正要看清楚时，车子已经拐弯，他隐隐约约觉得那人好像他前妻沈清欢。另一边的母子3人刚回到自家别墅，2小只便迫不及待的抱着 iPad 跑进卧室，他们盘腿坐在床上，2双萌萌的大眼睛互相看着对方。暖宝奶声奶气的问哥哥，要不要将刚才的事告诉妈妈？陈宝思索了一下，暂时不要，万一我们弄错了，岂不是让妈咪失望？随后伸出小手在电脑键盘上敲击着。半个小时后，陈宝皱着眉头叹气，什么也没查到，他已知的信息太少了，而且对方好似也被保护得很好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暖宝歪了歪小脑袋。就在此时，沈清欢推门进来，发现2个小家伙很有精神的捧着 iPad 玩，他笑着摸了摸2小只的脑袋，宝宝们准备一下，妈妈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2个仔仔都是小吃货，听到有好吃的乐得蹦起8米高。很快沈清欢就带着2个孩子来到商场，饭后还顺便买一些东西。当他牵着2个孩子乘坐扶手电梯往上时，相隔不远处另一边的扶手电梯，郁北亭抱着安安，身后跟着几个人一起往下。2兄妹好奇的看来看去，恰好又看到了那个跟他们长得很像的小男孩，似乎有着某种感应。安安也朝他们看了过来，陈宝灵机一动，对着安安指了指3楼的儿童乐园。安安瞬间一会，微微点头示意自己知道。而此时此刻的郁北亭和沈清欢却都低头看手机，完全没发现对方，视线逐渐被周围的房梁柱子阻拦。暖宝装出一副自己很累了的模样：“妈咪，我走累了，我和哥哥去那家奶茶店坐着等你好不好？”沈清欢想了想，便同意了。把小家伙送进奶茶店后，沈清欢又特意叮嘱了他们一番，不准乱跑，乖乖等妈咪回来。看着2个宝贝乖巧无比的点头，沈清欢这才放心的进商场去买礼物。2分半后，2个小家伙偷摸拐进隔壁的儿童乐园。另一边的安安趁着爸爸进办公室谈生意，便跟保镖提出想去逛逛。就这样晃悠到3楼的儿童乐园后，他打着手势让保镖在门口等他，他独自进去。保镖不放心，小少爷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万一出点什么事，他跟总裁没法交代。安安眼神清冷，和郁北亭如出一辙，你进去会吓坏别的小朋友。保镖想想觉得也是，便守在门口保护少爷。安安进来后左看右看，心里忐忑。这里，陈宝小声喊了一句，可安安是哑了听不见，所以没有任何反应。暖宝从泡泡池里站起来朝他努力挥手，安安这才看见他们3个小家伙把小身子埋在泡泡球里，只露出3颗圆圆的可爱的小脑袋，互相大眼瞪小眼。还是陈宝率先开口，你是谁？安安看着陈宝的嘴型，分辨出来后，他拿出一台电子本，用电子笔在上面写着，我叫郁金安，你们又是谁？暖宝惊讶，你不能说话。安安写，我有听力障碍。陈宝和暖宝同时心里疼了一下，看着安安的眼神也变得很心疼，难怪刚刚喊他的时候，他不理不睬。陈宝重复念着他的名字，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有点激动地问道：“你老登是不是叫郁北亭？干妈跟他讲过妈妈的伤心事，所以他知道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。”安安疑惑写着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陈宝努力冷静下来，他告诉安安，其实他们是同一对父母生的，所以才会长得这么像。可安安还是有些难以置信，毕竟爸爸一直说他是独子。这时暖宝也开心地牵着安安的手，他甜甜地喊着：“大哥，我是你的妹妹沈木暖，太棒了，你还活着！妈咪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开心地飞起来。妈咪再也不用偷偷的半夜拿着一件小衣服哭了。”陈宝也自我介绍：“我是你的弟弟沈沐晨。”安安心里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波澜，好神奇。
意，他居然有弟弟妹妹了，而且妹妹跟他穿着一样的背带，留着差不多长短的头发。陈宝进一步确认，你的生日是不是9月初9？安安点头，那就没错了，我和暖宝也是9月初9生的。陈宝不明白，哥哥明明还活着，为什么妈咪和干妈都说哥哥死了？无数个疑惑落在陈宝心里。安安目瞪口呆地看着弟弟妹妹，眼睛慢慢的泛起了红。过了几秒，他手微微颤抖的写道：刚刚牵着你们的就是妈咪。看着暖宝朝他点头，安安手里的电子本差点掉落。他对自己妈咪是谁并不知道，爹地从来没有跟他提过。小姑总说他是被抛弃的野种，原来他是有妈咪的。可是为什么妈咪不要他？为什么弟弟妹妹能在妈咪身边长大，而他却不行？安安心里有点生气，又不敢多问，他怕多问了妈咪就没有了，弟弟妹妹也会消失。此时此刻，三个小家伙紧紧的拥抱在一起，心里触动很大。突然，陈宝看到了一抹高大的身影，那是他们的爹地玉北平。如果让他看见自己和暖宝，他会不会把他们一起抢走？陈宝来不及多想，拉着暖宝和安安就躲在了滑梯后面。渣男爹地来了！暖宝闻言也跟着紧张起来。我们去找妈咪，绝对不能让渣男爹地再带走安安哥哥。陈宝小眉头皱起，渣男爹地发现安安不见，肯定会到处找，眼看着玉北平就要发现他们。情急之下，安安正要站起来，却被暖宝推回去。安安哥哥肯定也很想妈咪，所以必须留在妈咪身边。我暂时顶替安安哥哥去渣男爹地身边吧。正好他和陈宝本来就打算这次回国要好好教训一下渣男爹地，谁让他当初那么欺负妈咪，还为了白月光抛弃妈咪和他们。暖宝气冲冲的跑了出去，陈宝没来得及拉住，只好带着安安藏好在从长计议。玉北婷看到暖宝，比手语怎么来这里玩了？他知道儿子平时是不喜欢这种幼稚的地方。暖宝看不懂手语，就没回应。他仰着头仔细打量了一下渣男爹地，不得不说，爹地长得好帅呀，而且真人比照片上还要有气势。暖宝顿时对爹地好感倍增，但是很快他就扭过头，径直朝着外面走去。大渣男，他才不想搭理他们。玉北婷眼底闪过一抹疑惑，大步流星上前一把将暖宝抱了起来。暖宝突然悬空，差点叫出来了，好在很快反应过来。为了扮演好安安，暖宝只好乖巧地趴在玉北婷身上。从未感受过父爱的暖宝，这一刻心里有种奇妙的感觉，有爸爸的感觉也挺好的。玉北婷抱着暖宝准备下楼，眸光不经意瞥到不远处一道熟悉的身影，他脚步一顿，仔细看过去，那人竟真是沈清欢。他回国了。男人深邃而又平静的眼眸顿时激起波涛骇浪，他立即将暖宝交给保镖，让他带着孩子先回车上，自己则是快步朝沈清欢冲过去。此时的沈清欢一抬头，便对上一双冰冷又凌厉的眼眸，他的脚立即就定在了原地。是玉北婷，这个男人不仅让他独守5年空房，还跟他妹妹沈婉宁搅在一起，最后害得自己车祸早产，失去了大儿子。他曾无数次把他推入痛苦的沼泽，现在他好不容易挣扎出来，没成想一回国又碰见他，真是阴魂不散。沈清欢眼眸里恨意翻滚，他极力控制住自己，才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像个疯子一样对他大打出手。可玉北婷却没打算放过他，男人阴鸷的眼眸中火光跳跃，俊脸变得更加阴沉。他倏地上前一把拉住沈清欢的手指，问道：沈清欢，你居然还敢回国？沈清欢只觉得手腕一疼，仿佛要被玉北婷生生捏碎。沈清欢脸色一白，他努力挣扎着，放开我，我回不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此刻的沈清欢气得想一巴掌拍死他，可听见他充满怒气的声音，玉北婷反而更加用力，将他死死抵在墙角。压抑多年的恨意让他再也压制不住。沈清欢，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，就应该永远都不要回来。在玉北婷的视角里，沈清欢不仅给他戴帽子，背叛婚姻，抛弃安安，还在自己奶奶的生日宴上将婉宁推倒，害得婉宁无法生育。她简直就是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。我回不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别忘了我们5年前就离婚了。因为气愤，沈清欢说话时浑身都在发抖。他说完张嘴就往玉北婷手上咬，牙齿刚碰到她的皮肤，还没来得及用力，玉北婷就反应迅速的狠狠将他推倒。沈清欢摔了个大屁股蹲，瞬间疼得他脸色一白。恰好来商场做头发的沈婉宁看到这一幕，急忙冲了过去护着玉北婷，还关切的拉着男人的手看了又看。玉北婷见了沈婉宁在场，才缓了缓脸色，撇开自己的手表示没受伤。沈婉宁这才转头发现摔倒在地的女人竟是沈清欢，她惊讶的拔高声音：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为什么不跟我们说一声？因为刚刚剧烈的动作，沈清欢的头发散了下来，在黑发的衬托下，脸色更加白了几分，平添了一种凄惨的美。她慢慢的扶着扶手站起来，用痛恨的眼眸看向他们：我回自己的家还需要跟你报备吗？你算哪根葱？不是的，姐姐。沈婉宁装出一副惊慌失措想解释的模样。沈清欢，你够了，既然当初选择离开，就永远都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玉北婷捏紧拳头，她的眼神像刀一样停在他身上，撂下警告后转身就走了。而沈婉宁也毫不犹豫地追上玉北婷，转身之际，那双眼睛里流露出几分得意。沈清欢靠着扶梯，攥紧拳头的手在颤抖。他不明白这个男人当年那么伤害他，到底哪来的脸来恨他？玉北婷从来都没这么怒过，闷着头直往电梯冲。沈婉宁在后面小跑着，怎么喊他都不愿停下来等等。终于在进了电梯后，沈婉宁追了上来，他喘了几口气，小心的看了玉北婷一眼，才柔柔的开口：北婷，你别生气了，姐姐回国也是一件好事。玉北婷眸色冷沉，没有回应沈婉宁。这些年沈婉宁待在玉北婷身边，她很清楚玉北婷有多厌恨沈清欢。5年了，沈清欢突然回来，难不成还想跟他争玉北婷吗？沈婉宁嘴角轻蔑的勾了一下，下一秒他一副明明很失落，却又故作开心的样子，看着玉北婷说道：这样安安就有妈妈了。骤然间，电梯里的温度降低了好几度。玉北婷冷冽道：她不是安安的妈妈。沈婉宁皱眉担忧：可你不用替她说好话，她不配做安安的妈妈，以后也不要再提。沈婉宁抿了抿唇，低下头，眼眸里露出几分得意的光泽。停车场，暖宝坐在车里无聊的往外看，突然看到不远处坏蛋爹地和一个女人并肩走，
之前陈宝调查过沈婉宁，他自然也认识这个坏女人。坏蛋爹地居然跟她那么亲密的走在一起，暖宝好生气。等拉开车门，玉北婷先上了车，沈婉宁温柔地问他：北婷，我要赶个通告，刚刚助理说保姆车胎没气了，你送我一程吧。玉北婷依旧冷着一张脸，却往里面挪了一个位置。沈婉宁正高兴地要上来，这一幕可把暖宝气坏了。他正要说话，又想起来安安有听力障碍不能说话，于是他拉了拉玉北婷的衣服，在玉北婷看过来后，又指了指沈婉宁，再摇摇手，表示自己不想跟他坐一辆车。见女人的屁股已经落座，暖宝更是急得用脚去推她。沈婉宁连忙比手语：安安，我是婉宁阿姨啊。暖宝撅着嘴巴，很不情愿地一直推沈婉宁。玉北婷面露疑惑，想问儿子怎么回事，却在看到暖宝红红的眼圈，实心一软，转过头对沈婉宁说道：让保镖另外派车来接你。沈婉宁怔了一下，心里很不爽，但还是维持着自己一贯的善解人意，浅笑着下了车。车子开走，沈婉宁脸上的笑顿时消失。5年了，不管她多努力，在玉北婷心里，她始终比不上那个野种姐姐。而车里，暖宝扭头对着车窗，坏蛋爹地竟然还要派车去接坏女人，他心里仍旧气不过。玉北婷看着儿子圆圆的后脑勺，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安安的头明明是扁的才对，蓦地他眼眸冷肃地眯了起来，沉声开口：林秘书，把安安身边的人都查一查。暖宝一听，差点吓得尿不湿都尿湿了。这爹地观察力这么强的吗？他明明长得跟安安一模一样，这么快就被抓包。暖宝心想不行，在被发现前，他必须得教训一下坏蛋爹地。想罢，他伸手拿过一旁的保温杯，悄悄打开杯子后，又挪动身子靠近玉北婷，趁着司机踩了刹车时，假装坐得不稳，将杯里的水全倒在玉北婷的裤子上，然后一副做错事的模样往车门边挪。本以为这会惹怒玉北婷，谁料男人不仅没责怪他，反而又倒了一杯水，温柔地询问他要不要继续喝。暖宝边眨巴着眼睛边摇头。很快车子停在玉氏集团门口停下，玉北婷要抱着暖宝下车，暖宝却自己跳了下去，径直往里面走。玉北婷眉头轻拢了一下，无奈地跟在暖宝后面。大厅人来人往，员工们毕恭毕敬地跟玉北婷打招呼，只是每次打完招呼后都捂着嘴，一副想笑又不敢笑的模样。玉北婷察觉到大家异样的目光，眉头蹙紧，浑身散发着上位者的压迫感。直到秘书提醒她看下面，她才发现自己的裤子上有一滩深色的痕迹，就像尿裤子一般。玉北婷顿时沉下脸色，她活了30年，还是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出大糗。这表情看得暖宝心里舒服，她为妈咪报仇了。结果一时得意，笑出了声音。玉北婷脱外套的动作一致，惊喜地看向暖宝：安安，你笑了。这是她第一次听见儿子的笑声。暖宝反应过来，小脸上甜甜的笑容僵住。男人顾不上其他，亲昵地将暖宝抱起来，哄着她再发出点声音试试。可暖宝却紧紧闭着嘴巴，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。与此同时，母子3人也回到住处。安安的目光一直落在沈清欢身上，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再也不是没有妈妈的野孩子，心里既高兴又难过。而不知情的沈清欢却总感觉女儿有些不太对劲，她担心地问：暖宝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说罢便伸手要去摸安安的脉象。陈宝吓了一跳，自家妈咪可是神医，万一被发现安安身体构造跟暖宝不一样，那就不好了。他赶紧拉住沈清欢解释道：妈咪，暖宝就是累着了，我陪他回房间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不等妈妈答应，便拉着安安赶紧躲进卧室。沈清欢担心暖宝身体，提着药箱又去卧室看孩子。好在安安急中生智，刚回房就躺下假装睡觉。沈清欢只好叮嘱醒着的陈宝，等会妹妹醒记得让她把药吃了。陈宝乖乖点头。沈清欢低头在陈宝额头上亲了一下，随后在安安额头上亲了一下，温暖的触感让安安放在被子里的小手猛地攥了起来。一种奇怪的感觉在安安心里蔓延，她很想睁开眼睛再看看妈妈，问问她为什么抛弃自己。等沈清欢出去后，安安睁开眼睛，陈宝看见了她眼睛里的失意，小家伙心灵感应的疼了一下。他觉得安安对妈咪有很大的误会，总以为是妈咪刻意将他抛弃，他一定要想办法让母子俩解除误会才行。下午，沈清欢带着礼物去医院探望沈家老爷子。1周前，他收到爷爷的 QQ 消息，从内容看爷爷的病情很严重，他必须回国帮爷爷医治。正要敲门，却被人从背后用力推开，好在他及时一闪才躲过攻击。回头一看，是他的沈家养母杜优杰。准确的说，他和沈婉宁被抱错一事没被发现之前，杜优杰就是他的亲生母亲。养母满脸怒意的骂道：你回来干什么？你不是在国外吗？沈清欢面无表情，我是来看爷爷的，沈太太，请你让开。他气场强大，马上就把杜优杰给镇住。杜优杰本就因为天天跑医院而不满，现在被最讨厌的养女对了一下，当即恼羞成怒，拔高了音量骂道：你别在这里假惺惺，老爷子不想见你，赶紧割吻。沈清欢气场大开，步步逼近，你是蛔虫吗？爷爷的心事你都知道。沈太太，我没时间跟你耗，你最好现在就让开，否则……恶毒养母吓得连连后退。5年不见，这野丫头竟然变化这么大，从前唯唯诺诺一棍子打不出个屁，现在竟然敢威胁她了。沈清欢又从包包里掏出 BB 机，你的女儿现在是当红影后，私下里不知有多少狗仔盯着她的一举一动，倘若我一不小心爆一点什么料给她，你猜他们会怎么写？果然，养母马上就怂了，自己这宝贝女儿绝不能出事。她狠狠地瞪着沈清欢，却又拿她没办法。沈清欢沉声呵斥：让开！杜优杰只能暂时忍下来，不情愿地让开。沈清欢推开门进去，沈家老爷子形容枯槁地躺在病床上，皱巴巴的脸没有一点血色。爷爷！沈清欢轻声叫着。老爷子听到声音，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沈清欢，他愣了一下，随即惊喜地从被子里伸出手：欢欢，你回来了。沈清欢连忙上前握住爷爷的手。短短5年，以前那个健走4、5公里都不带大喘气的健壮老头，已经瘦到皮包骨头，眼窝深陷，连声音都透着无力感。沈清欢心中涌出一股酸涩，他眼圈泛着淡淡的红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才回来看你。老爷子一下子有些回光返照，反过来安慰他：别担心，我好着呢。沈清欢悄无声息地搭上了老爷子的脉象，两人没寒暄几句，他便让爷爷把检查报告给他看下。养母站在一边冷嘲热讽，装模作样的：你看得懂吗？沈老爷子不满地看他一眼，欢欢可是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，他当然看得懂。养母
失效，他看懂了也没用。不过爸，你别担心，婉宁已经让北庭帮忙联系黎安神医了，他的医术全球第一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把他请来给您做手术。这时沈清欢没搭理养母，反笑着对爷爷说：“爷爷您放心，我就绝对不会让您有事。”他的声音有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。我现在是黎安的学生，这5年我一直跟着黎安学习医术。我刚刚给您把了脉，又看了报告，我可以确定您的病可以治好。闻言，沈老爷子笑得合不拢嘴，一旁的养母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眼见沈老爷子有些累，沈清欢便留下礼物就离开了。而养母在病房内一直憋着一口气，等他走后，赶紧给女儿打电话吐槽。沈婉宁有些惊讶，她去医院干什么？杜优姐讽刺的笑着，她说她是黎安神医的学生，要来给你爷爷治病。我可没看到人家神医承认，说不准他只是运气好，在神医身边打了几年下手，就冒充是神医的学生。沈婉宁提起的心放了下来。想想也是哈，那懦弱的女人怎么可能会混得比她好？沈清欢回到别墅，在看完2个孩子后，看着时间还早，便进了书房，在纸上写下一个方子后，拍照发给了男闺蜜全实验。没一会儿，全实验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：“你回国了？”手机里传出好听的男声。听沈清欢的语气严肃：“我刚刚发给你的方子，帮我以最快的速度制作成药丸。”全实验也是沈清欢的合作伙伴，没有问他拿来做什么，便一口应了下来。他顿了一下，继续问：“既然回来了，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吃个饭？过2天吧，正好他也想跟全实验见一面，好好谈谈下一个项目的合作。”这一忙碌就到了傍晚，沈清欢下楼，带着2个奶团去万达吃晚饭。此时的暖宝的小天才电话手表响了一下，点开一看是陈宝发来的信息：“我们在华莱士吃饭。”暖宝眼睛一亮，他也想去吃喷射套餐。见玉北婷也工作完了，暖宝便拿着 iPad 搜索了华莱士的地址，指给玉北婷看，表示要去那吃饭。餐厅里，沈清欢点了2宝贝爱吃的炸鸡。忽然间，他发现今天暖宝吃饭动作特别优雅，还拿着刀叉来切炸鸡吃，就像一个贵族小王子。安安察觉到了妈咪的目光，他怕自己露馅后被妈咪赶走，心里也是很忐忑。恰好陈宝此时要去趟洗手间，安安也赶紧放下刀叉跟去。到达同间商场的暖宝收到信息，立刻让保镖带着自己过去。很快，3人聚到同一个隔间内，互相交换着这2天的信息。暖宝向他们炫耀着自己让渣爹出糗，还把坏女人赶下车的事，骄傲的尾巴都要翘起来了。陈宝宠溺的用手指头戳了一下妹妹补补的小脸蛋，安安也想戳，妹妹好可爱呀，她好想恢复听力，听妹妹叫自己哥哥。看着充满活力的暖宝，一向沉闷的安安也朝他露出一个宠溺的笑。另一边，沈清欢准备去买单，结果一出包厢就见到了玉北婷。玉北婷步伐顿了一下，下一秒就带着凌厉的气势朝着沈清欢走来。他厉声质问：“你跟踪我？”商场和餐厅就这么恰好1天之内能让他遇见沈清欢2次，而又恰好安安都在他身边，这女人是不是想来抢儿子？沈清欢无语的撇了撇嘴，真是晦气，我就是跟踪狗也不会跟踪你，请你别自作多情。玉北婷攥紧拳头，气呼呼的回复：“你最好不是，像你这种诡计多端的女人，谁知道你又想干什么？毕竟你当年伤害了那么多人，畏罪潜逃出国杳无音信，但凡你有一点良知，就该每天痛苦的活着赎罪，而不是在妄想自己不该得到的。”沈清欢神色一怔，这渣男哪来的脸来说他？要不是他和沈婉，他也不会因为早产而失去第1个孩子。沈清欢勾唇冷笑，我看玉总的脸皮挺厚的，都离婚了，还以为我想图你什么呢？自恋是一种病，得治。接着他低头从包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玉北婷，正好我认识一个专家，治疗这方面的病症很有效果，你去看的时候报我名，他可以给你打个折。他说完就把名片塞进玉北婷手里，然后转身潇洒离开，看着前妻一副很为他着想的模样。加上这些话，让玉北婷气得青筋直突突。他猛地捏紧那张名片，鬼使神差的抬起手看了一眼，上面写着青山精神病院院长，差点把他气到晕厥。同时他也误会了，以为沈清欢果然是冲着安安来的。霸总马上给秘书发消息，让他把沈清欢列成了重点跟踪对象，继续关注他回国后的一切动态。第2天清晨，沈清欢拿着新鲜出炉的神药前往医院，养母见他进来，立马从沙发上站起来就要把他赶出去。坐在他旁边的沈婉宁惊讶了一下，随后绿茶般的拦住杜优姐：“妈，姐姐好心来看爷爷，您别这样对他。”杜优姐冷嗤：“他不害你爷爷就好了，他就是个白眼狼。好在这次沈家奶奶也在场，有他维护着沈清欢，几人也没起大冲突。”沈清欢顾不上反驳，便直接朝爷爷床边走去，想趁着爷爷还清醒时给他喂药。没想到他才嘎吱窝掏出一些药丸，养母便快速上前打落他手里的药。沈清欢，你干什么？沈婉宁也赶紧上前厉声呵斥：“姐姐，你给爷爷吃什么？爷爷把你当亲孙女一样疼爱，你怎么敢乱给他吃药？”他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，看着沈清欢，像只战斗机似的挡在老爷子面前。沈老爷子却是相信沈清欢的，这一幕把他气得头痛欲裂，可嘴里还是不停喊着你们不准男欢欢。沈清欢凌厉的眼神落在沈婉宁身上，全声呵斥：“让开！”他没有时间跟他们周旋，干脆利落的一把将沈婉宁推开。谁知沈婉宁戏精上身，惊恐着尖叫了一声，头撞到了医疗仪器上，额头不小心被划了一道小口。婉宁、杜优杰惊叫着上去，沈清欢管不上他们，赶紧给爷爷喂了一颗药，又喂他喝了水。爷爷感觉怎么样？沈老爷子只觉得嘴巴里弥漫着一股药香，刚刚疼得欲裂的头瞬间变好了许多。沈清欢，养母愤怒的叫着，而沈婉宁面色苍白的由自家老妈扶着，她发动绿茶式回复：“妈，姐姐不是故意的。”这句话真耳熟。沈清欢冷笑一声，还来这套吗？可惜今天玉北婷不在，5年前她陷害自己把她推倒摔流产，现在又故意调整角度撞破额头，真是什么罪名都往自己头上按。沈清欢继续回怼：“你再不去贴创口贴，头上的伤可就愈合了。”养母怕沈婉宁脸上留疤，顾不上吵架，便拉着女儿匆匆去处理伤口。幸好掉在地上的药没超过10秒钟，捡起来洗洗还能吃。沈清欢便把药捡回瓶子里交给奶奶，叮嘱她每天给爷爷吃3次，1次2颗，药效发挥时身体不适也是正常的。他过2天会再来给爷爷复查。沈老爷子点了点头。沈老太太听见自家老头子有救了，也是笑得合不拢嘴，只觉得自家这孙女太有出息了。解决完重要的事情，沈清欢心里一松，便当晚带着俩孩子去见全实验，顺便谢一谢他。可安安见到全实验时却暗吃一惊，妈咪这朋友竟长得该死的帅，如果他是妈咪的追求者的话，自家爹地可能没戏了。全实验双眸低垂，
看向沈清欢身旁的2个孩子。他和沈清欢合作多年，但见面次数少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他的网。饭菜上桌，2人一边吃一边聊起了项目。陈宝和安安很安静的吃完了饭，全实验注意到他们有点无聊，便提议让俩奶娃去餐厅里的儿童乐园玩玩。正当2个小家伙乐呵的往外走时，突然安安拉了陈宝的手，他着急的拿出纸笔写字。我看见爹地安排给我的贴身保镖了。陈宝脸色一变，赶紧拉着安安躲了起来。周月既然出现在这里，那就说明暖宝和爹地也在。陈宝赶紧给暖宝发信息，然后和安安悄悄的躲进了儿童乐园。暖宝收到陈宝信息后就坐不住了，捂着肚子表示要去洗手间。玉北婷给了保镖一个眼神，让他跟着暖宝出了包厢。可没过2分半钟，餐厅里的灯灭了，视线所及之处全是黑暗。在玉北婷打开手机电筒功能后，保镖突然急匆匆的跑了进来，嘴里大喊着小少爷不见了。玉北婷慌了一下，迅速冷静下令，给我找。这些年他把安安保护得很好，从未让安安在外界露过脸，但也并非说明安安就绝对安全。今日突发状况有点蹊跷，殊不知自己的那3个孩子正躲在儿童乐园内商量着互换衣服。因为暖宝觉得待在爹地身边很紧张，所以陈宝便代替暖宝去渣爹身边，尽量让安安就继续留在妈咪身边，把这5年缺失的母爱都补回来。很快玉北婷就修好餐厅的电力系统，在恢复供电后，她疯狂地在餐厅里找孩子。就在此时，她竟看见沈清欢鬼鬼祟祟地从洗手间出来，而且身边还站着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。其实沈清欢是蹲坑蹲太久了，出来时2条腿都是麻的，看上去偷感十足。她抬头蓦然对上了前夫哥阴沉的目光，片刻间她慌了一下，要是此时陈宝暖宝从儿童乐园出来，肯定会被玉北婷撞见。她刚想往别的地方跑，试图引走玉北婷，可那男人竟猛地一把抓住沈清欢的手。沈清欢，刚刚停电是不是你捣的鬼？她毫不犹豫地对回去，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我都没发现自己还有让餐厅断电的本事。对了，玉总是不是没听劝，没去看脑科？脑子有病就别出来瞎溜达。玉北婷被他的态度气得怒火中烧，可是断电后安安就不见了，坏女人又恰好在这里，实在是太巧合了。玉北婷对沈清欢步步逼近，她不明白，在自己为孩子的听力障碍焦急万分的时候，这个女人都不知在何处肆意潇洒，为什么现在又要回来抢安安？玉北婷声音沙哑，却带着极致的怒意。沈清欢，如果安安……就在此时，一旁的全实验冲上来打断2人的对话。玉总，这里是公共场合，请你离开。全家同样是 S 市的顶级权贵家族，地位跟玉家不相上下，自然不需要怕他。然而玉北婷看都没看他一眼，这是我们之间的事，跟全总无关。全实验讽刺道，据我所知，玉总早就跟清欢离婚了，没想到玉总还有纠缠前妻的癖好，难道玉总幡然醒悟，发现现任没有前任好吗？玉北婷眉头深蹙，这个人一口一个清欢，听得他心里烦躁，况且自己目前还单身，什么现任前任的。沈清欢趁机甩开他的手，冷冷地站到全实验身边，全实验下意识将他护住，不让玉北婷再靠近一步。气氛微妙，此时玉北婷的手机响了，听着秘书报告找到儿子后，他当即转身就走。不知情的沈清欢看他突然走得这么着急，隐隐身上还带着一种担忧，下意识以为又是沈婉宁打给他的，因为以前玉北婷就是如此，每次一接到沈婉宁的电话，就会火急火燎去找他。不过这次回国，他听说玉北婷已经有了一个儿子，但不是和沈婉宁生的，看来这男人还是一如既往的渣。全实验转身看向沈清欢，看到他的手腕时担忧地问道：“手疼吗？”沈清欢露出一个淡笑，摇头道：“不疼了。”全实验见他故作轻松的样子，心里闪过一抹心疼。男人紧紧地攥着拳头，今天的事他记下了。妈咪，暖宝和安安牵着手走过来，看到沈清欢，暖宝立刻扑到他身上。沈清欢愣了一下，自家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公主恢复过来了。暖宝看见妈咪的手腕上一圈淤青的痕迹，他大吃一惊：“妈咪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是谁欺负了妈咪？”暖宝怒目瞪向了一旁的全实验，这个叔叔又是谁？是他伤了妈咪吗？全实验挑了一下眉，怎么感觉小姑娘去玩了一趟，回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？原本安安静静的，这会变得有生气多了。跟叔叔没关系，是妈咪不小心磕到的，回家擦擦药就好了。沈清欢把衣袖往下拉了拉，看妈咪对这个叔叔的态度很友好，暖宝这才放下心来。他盯着全实验看了许久，虽然不知道这叔叔是谁，但他看上去又帅又强大，适合当暖宝的新爸爸。全实验发现小家伙在看自己，对着他勾唇露出一个浅浅的笑。待送走这母子3人后，全实验拿起手机吩咐秘书，预示竞标 H 市地产的项目那个，你去出2倍价钱，务必给我拿下。第2天清晨，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，沈清欢拿起一听，里面传来沈父沈志辉愤怒的声音：“沈清欢，你给老爷子吃了什么药？爷爷怎么了？”沈清欢心中颤了一下，他估摸着可能是爷爷吃的药开始起效果。沈志辉压抑着火气，语气命令他即刻赶到医院，因为爷爷今早吃完药后抽搐昏迷，现在生死不知。情急之下，沈清欢赶紧叮嘱俩孩子乖乖待家里，自己赶紧骑着脚踏车前往医院。等他急匆匆赶到医院时，沈家人和玉北婷都聚集在病房外面等着。他一出现，养母就指着他鼻子大骂：“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怎么还好意思出现？你把爷爷害死了，你知道吗？”一旁的沈志辉脸色难看，他转头对秘书吩咐：“小周，马上找律师起诉沈清欢蓄意谋害。”他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沈清欢，就给这件事定性。闻言，沈老太太激动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：“什么谋害？你的老父亲在里面情况不明，你就在这里无济掩饰的责骂欢欢。你要是真为老头子好，怎么不去想办法请神医？”沈志辉被老母亲数落，皱着眉头压低声音：“妈，神医常年在国外，也不是我说请就能请得来的。”杜优杰帮着道：“是啊妈，神医日理万机，就算我们请别人也未必愿意治。不过您放心，婉宁说有北婷已经去请了，说不准很快就能请到，还是她的亲女儿有办法。”牢牢地抓紧了玉北婷的心，死老太婆不好好巴结亲孙女，反而对一个外人无比维护，以后有她后悔的。沈老太太冷着脸哼了一声，不敢劳动她玉总出马，我家欢欢就是神医的学生。面对老太太的没好脸色，玉北婷却
却是尊重地说：“给沈爷爷找神医治疗是他应该做的，毕竟两家的老一辈是战友，关系匪浅。”沈老太太并不领情，反而哼了一声。沈清欢安抚性地握住奶奶的手，想先进去看看爷爷，却不料沈婉宁带着几分哭腔地拦住他：“姐姐，爷爷已经因为吃了你的药正在被抢救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任性了？今天爷爷一出事，他就给玉北婷打电话。玉北婷对沈老爷子也很上心，路上他也听沈婉宁说了前因后果，是沈清欢给老爷子吃了来历不明的药，导致老爷子病发昏迷。”他冰冷地看了沈清欢一眼，薄唇轻启，冰冷道：“沈老爷子一直把你当亲孙女，你就是这么回报他老人家的？”沈清欢憋着火，很不客气地对过去：“玉氏集团要倒闭了吗？玉大总裁这么闲，还能来管别人的闲事？我怎么回报爷爷都跟你没关系。”玉北婷被沈清欢的话给噎住，俊脸猛地沉了下去。这时病房的门从里面打开，主治医师杜淑薇走出来，面色凝重。沈婉宁急切地问：“表姐，爷爷怎么样了？”沈老太太也着急地看过来，她叹了口气，沉重地开口：“情况不太乐观，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吧。”话音一落，沈老太太脸上立即血色尽垂，身子重重地倒下去。好在沈清欢赶紧搀扶着老太太，还暗暗掐着老太太某个穴位。很快老太太就清醒过来，可脸色依旧苍白，还没从打击中回过神来。其他人听到杜淑薇的话，也纷纷露出悲怆的神情。爷爷怎么会？爷爷福大命大，怎么会这么突然？沈婉宁的眼泪掉得很快，很是不敢置信。她的话让沈家人都反应过来，养母很是痛心。沈清欢，这下你满意了？沈志辉双目猩红，满目愤怒。早知你是这么个祸害，我就应该永远让你回不了国。所有人都把沈清欢当成了一个杀人犯一般，谴责、怒骂。可他知道自己的药是包治病的，只要爷爷有按时吃，病情就能得到控制，除非这其中出了什么问题。想到他直接就往病房里面冲，然后快速关上大门，趁着众人还没来得及破门而入，又迅速搭上沈老爷子的脉象，又掀开老爷子的眼皮看了看，还好没出什么问题，目前病情初步得到了控制，爷爷只是受不了强烈的药效反应，暂时昏睡了而已。为了帮助爷爷吸收药效，沈清欢开始给老人家扎针。果然在2分半钟后，沈老爷子缓缓睁开了眼睛，恰好大门被玉北婷一脚踹开。等众人冲进屋内，刚想开骂时，却发现老爷子已经醒过来了。瞬间他们惊得张大嘴巴，还以为老爷子铁定会归西，不成想真给沈清欢救活了。沈清欢拔了针，温声询问：“爷爷，您感觉怎么样？”沈老爷子头晕，刚醒来，这是正常的，过会就好了。他淡然地扫了众人变化多彩的脸色，随后对沈老太太说道：“奶奶，这个药可以继续给爷爷吃，饮食上也要再多加注意。”沈老太太高兴应下，把这瓶药拿过来，宝贝似的放进抽屉里。沈志辉和杜优杰也关切地凑上来，全然不提之前他们辱骂沈清欢的事。沈清欢白了一眼杜淑薇：“你就是这样做医生的吗？连病人病情恢复了都不知道？”沈老太太更是冷哼道：“身上穿着白大褂，却连一个医生的基本诚信都没有，以后谁还敢找你看病？”杜淑薇脸色白了又白，刚在屋外时她还趁乱骂了沈清欢几句，不料这小蹄子竟这么较真，还逮着机会来羞辱自己。而且玉北婷还在场，她本就行以这家医院当跳板，后续跳进了玉氏研究所，万一让玉北婷对她印象不好，那就糟糕了。唯有沈婉宁还在抹黑沈清欢，可是奶奶，表姐也不是故意不发现了，而且姐姐之前给的药来路不明，确实会害怕吃下去死人。沈清欢笔直地站在那，身上透着几分清冷与倔强。5年了，还在用这种老套路来羞辱她。她毫不客气地回怼：“就你啥也不会，废话还多。刚刚我要真被你拦在外面，那现在你就是害死爷爷的罪魁祸首。”这一段话骂得沈婉宁面红耳赤，为了不在玉北婷面前继续出糗，她没有回复，便转过身说道：“北婷，爷爷已经醒了，想必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了。你公司不是还有事吗？我送你下去吧。”玉北婷看着沈老爷子恢复了不少，便点了点头。其实她心里也有些吃惊，这前妻到底在国外经历了什么，竟会改变这么大？你也回去吧。沈老太太嫌弃地看了沈志辉一眼，沈志辉不敢再反驳，转身便匆匆离开。此时的病房里就只剩下沈清欢和二老爷孙3人，好不容易有了温馨的独处时间。可沈清欢不知道的是，他在家里接电话时，所有的对话全被自家那2个小崽子听完了。俩宝贝担心妈咪会被欺负，便全副武装悄悄跟来，还悄躲在暗处看完了全程。暖宝气愤地攥紧小手，坏人全是坏人，渣男爹地竟然一点都不帮着妈妈，他永远都不要原谅他。安安气的小脸红红的，他虽然听不见，但是从那些人的唇语以及动作表情都能分辨出来，他们都在欺负妈咪。爹地分明也在，为什么爹地不帮妈咪，反而还帮坏蛋们？看到爹地和坏女人出来，2个小家伙赶紧躲了起来。北庭，神医那边还没有消息吗？玉北庭发给他的邮件没有回复，他不知道的是，迪安神医就是沈清欢的化名，实际上人早已到场，但却不是为他而来。沈婉宁，那可怎么办？爷爷的病已经耽误不起了。他担忧的声音都颤抖了。玉北庭淡淡的安抚道：“我已经让秘书联系国外其他教授，看能不能治好老爷子。”好的，北庭，谢谢你。电梯门打开，玉北庭进去，沈婉宁也要跟进去。不用送了。闻言，沈婉宁的脚停在半空。好，那你路上小心。电梯门关上，沈婉宁担忧的神色顿时褪去，化成了一片阴霾。她转过身时，把暖宝和安安都吓了一跳。坏女人变脸好可怕。暖宝拍拍小胸脯，安安第一次见沈婉宁露出这样的表情。以前沈阿姨在她和爹地面前都是温温柔柔的，生怕说话大声就把她吓到了。就算这样，她心里也是不喜欢她的，只是因为爹地对她不一样，她才没有表现得特别排斥。暗处，暖宝瞧见杜幽杰怒气冲冲地往回走，她狡黠地笑了：“安安哥哥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要去干一件大事。”不等安安反应，暖宝就跑了出去。一位护工端着尿盆从杜幽杰身边经过，杜幽杰嫌弃地避开。然而这时候，一个小孩突然撞了过来，将护工撞了个趔趄，一不小心，他手里的尿盆不受控制地往杜幽杰身上泼去，顿时一股难闻的味道弥漫开来。杜幽杰整个人都呆住了，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有何反应。而罪魁祸首暖宝已经逃之夭夭。护工见状生怕被骂，于是捡起盆子也跑路了。看着路过人嫌弃的眼神，杜幽杰
接强压着怒气，满目猩红。他堂堂豪门沈家的太太，竟然被人泼了一身尿。这一刻他只想晕过去。恰好出了病房的沈清欢看到这一幕，顿时抑制不住的扩大嘴角的笑容，余光不经意间瞥到一抹熟悉的小身影，转眼又消失不见。难道看错了吗？躲在暗处的暖宝心里美滋滋的。安安竖起一根大拇指，妹妹真是太聪明了，谁让他们要欺负妈咪呢？等过了10来分钟，暖宝和安安才悄悄地离开医院。路上他还给陈宝打电话，把自己的战果汇报给陈宝。陈宝毫不吝啬地夸赞妹妹后，还不忘嘱咐他下次不要冒险，万一伤到自己就不好了。暖宝点了点头，也贴心叮嘱陈宝，哥哥在渣男爹地身边也要小心哦。两个小家伙刚交流完，陈宝就听见这边有开门的动静，连忙挂了电话。开门进来的是一个长相帅气、看起来温和谦逊、很有风度的男人。陈宝不认识，但看他如此熟忍的开门进来，显然也不是公司的员工。昨天跟暖宝互换后，他就努力装着安安的样子，还好他和安安相处了几天，也是彼此熟悉了，所以他装起来还挺像的，也没有让渣男爹地起疑心。就是渣男爹地现在好像把他看得有点紧。早上他提出要跟着来公司，渣男爹地就把他放在办公室，也不让他到处逛。许沐风进来，看到只有安安在办公室里，他比着手语问安安：“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你爹地呢？”会手语，看来应该是跟渣男爹地关系不错，并且跟安安也熟识。陈宝摇头表示不知道。许沐风拿着一本厚厚的书走过来，放在陈宝面前。陈宝看了一眼，心中疑惑：安安哥哥平时就看字典吗？这么厚。看着安安反应平平，许沐风疑惑地用手语询问：“不喜欢吗？”安安平时很喜欢法学，对这些枯燥复杂的法学内容也是一看就懂。每次他给安安送相关的书籍，安安的眼睛都会亮晶晶的。陈宝连忙摇了一下头，然后把书本抱在怀里，假装很欢喜。但许沐风还是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，安安是不是受打击了？他竟没有拉着他问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，更没缠着要他讲案件分析。陈宝怕露馅，抱着书本翻了翻，这才猜测到许沐风的身份。他之前调查过豫北庭，知道爹地有个律师好兄弟，据说他打的官司赢率99%，开的律所也是业界顶尖。很快豫北庭从外面进来，男人浑身带着寒气，开口就问：“找我什么事？”许沐风起身走过来说起正事，律所跟沈婉宁的合作快到期了，我不打算再跟他续约，过来跟你说声，4年前沈婉宁在娱乐圈不知动了谁的蛋糕，惹来了官司，豫北庭便请他帮沈婉宁打这场官司。那些人也是怂，看到律师是他后就主动撤诉了。之后沈婉宁想让他做他的法律顾问，他没有答应，毕竟以他的能力和身价，沈婉宁可不够格请他。不过看在豫北庭的面子上，他还是安排了律所一名出色的律师跟沈婉宁签了4年约。4年来，这位律师苦不堪言，跟许沐风诉苦了很多次。沈婉宁总是动不动就要起诉营销号，说人家骂他演技不好是诽谤，3不5时的就要发律师函、写声明，更或者其他小演员跟他发生了点口角，就要他出面去逼人家道歉，什么鸡毛蒜皮都揪着不放。然而豫北庭并没有问他原因，不甚在意的说道：“这是你的事，你自己决定就好。”许沐风闻言心里松口气，他可不想因为一个沈婉宁让他们兄弟不和睦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许沐风拿出一张邀请函放在办公桌上，豫北庭瞥了一眼，许沐风说道：“过2天有一场宴会，会有很多医疗界的顶尖人才参加，你那项研究不是有个难题一直解决不了吗？可以去看看，或许能找到人帮你解决。”他知道豫北庭投资创办了一家医药研究所，两人谈事并没有避开陈宝，陈宝也佯装乖巧地坐在沙发上看书，实则竖起小耳朵把他们的话全部听到。许沐风的律所有多厉害，他是查过的，渣男爹地竟然给坏女人这么强的后盾，而妈咪在国外遇到事情都只能自己解决。陈宝有多心疼妈咪，就有多讨厌渣男爹地。对了，他们说的宴会，上次那个全叔叔也给妈妈发请帖，要是俩人遇上的话，渣男爹地会不会又欺负妈咪？陈宝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。晚上刚吃过饭，豫北庭接到沈婉宁的电话：“北庭，我遇到了点麻烦，你可不可以过来一趟？”手机里隐隐约约流露出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。陈宝听到后立即想到了那个坏女人，我让秘书过去。沈婉宁带着几分哭腔的声音传来：“北庭，我真的很害怕，你能不能亲自过来一趟？”豫北庭拢了一下眉心，吐出2个字：地址。过了半分钟，他挂了电话，正要吩咐管家秦叔开车，陈宝拉了拉他的衣角。豫北庭疑惑地低下头。陈宝在手机上打字：“我很久没有下棋了，爹地可以陪我下吗？”豫北庭比手语：“我有点事，是出去约会吗？”陈宝接着打字问。豫北庭打手语回复：“不是。”陈宝失落地垂下脑袋继续打字：“那爹地去忙吧，我不需要爹地陪也可以，爹地不回来睡觉也可以。”安安不害怕的，小家伙直接把手机塞到他手里，转身落寞地往楼上走。宫心计被这小子玩到了极致，豫北庭也是第一次看到儿子难过的一面。平时安安总是跟他一样是个面瘫，有什么情绪也从不会表现出来。男人心里突然开始酸酸胀胀的，马上就给秘书发消息，让秘书去帮沈婉宁解围。随后上楼，陈宝看到爹地进来，小计谋得逞，暗暗高兴。坏女人又想作妖，有他陈宝在，绝对不会让他得逞。沈婉宁看到来的是林秘书时，心沉了沉，肯定又是那个野孩子把豫北庭拖住。以前只要他有事，不管豫北庭在忙什么，他都会优先赶到自己身边，帮他处理好麻烦。可自从多了那个孩子后，渐渐的豫北庭的心就被那臭小子占满了，事事都会以小孩为先。看来他得找几个人把那孩子给处理掉才行。路上，沈婉宁接到医生表姐打来的电话，杜书威开门见山，最近有一场盛大的医疗宴会，但他级别不够，没有邀请函，希望沈婉宁能帮他去跟豫北庭要一张来。沈婉宁眼底闪过一丝不悦，杜书威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他去找豫北庭？杜书威像是早就知道他不愿意帮忙，连忙又说道：“今天你也看到了，我被沈清欢羞辱得多惨了，这次宴会对我来说就是个机会，如果我的事业能在网上爬一把，以后在医术上我一定能碾压沈清欢。”虽然沈婉宁不喜欢这个表姐，但有一点，他们也算是盟友，那就是对付沈清欢。像杜书威这么好的枪，沈婉宁自然不会轻易放弃。她阴狠地勾唇笑了笑，宴会入场券我会帮你搞定。